粉丝们还是相信杨紫的，却还是陷入这场舆论的漩涡，非要逼她离开吗？粉丝们还是特别相信杨紫的，这基本上是相当有分量的。而基本的绯闻一经曝光，当事人杨紫和刘雪怡就特地在社交平台上辟谣，大大澄清了误会。杨紫居然说她和雪怡基本上是多年的朋友，而且当时生日会的细节也很明确的解释，很出乎大家的意料。他们没有一起吃蛋糕，从所有意图和目的来看，这都很重要。他特地把她交给了他，询问他是否真的在很大程度上真的很糟糕。最后主要补充说，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朋友的生日聚会，并不想让它变得更复杂，或者他们认为杨紫肯定得到了粉丝的支持，尤其是很多网友还含蓄地骂了揭发这种材料的人杨紫的不道德，然后特别发布了高清未经剪辑的视频。视频中特别明显的可以看到刘雪怡给杨紫喂蛋糕，杨紫大部分时间都是张嘴吃掉，大概他们是这么想的。即使是咀嚼动作也被清晰地拍摄下来，或者他们特别认为。很多粉丝看到这一点时，大多无话可说。不过说杨紫一心一意是林有有也太武断了，硬是让蛋糕大飞一会儿吧。杨紫一般来说是个大红大紫的女演员，事业也相当不错。我相信她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不会做出破坏三观的事情来毁了自己。杨紫以童星身份出道，因主演情景喜剧《家有儿女》而被观众所熟知。当她真正长大后，她在《欢乐颂》和《甜蜜如霜》中出演的角色，不管怎样都得到了相当多的观众的认可。亲爱的，一心一意的爱人播出后，她成为各种热搜指数的热门人物。凭借这些其实时而火爆的热播剧，特别是斩获无数观众喜爱的女星、绝对的最佳女主角、最受大学生喜爱的女配角等奖项，意义重大。生意肯定是红红火火，但感情上却不是很顺利，出乎大家的意料。大家特别最希望的就是张一山和杨紫能特地走到一起。自从家有儿女之后，两人其实真的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从字面上看是相当有意义的。他们的关系有多好，从所有意图和目的来看，这都是相当重要的。张一山曾专门发过这样一条微博，他写道：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了你，我也会站在你身后背叛整个世界。你什么时候嫁给杨紫？他笑着给出的答案是：你的问问他什么时候答应基本嫁给我的。但张一山又有点意思，说他们两个彼此特别熟，就算是在一起，也没有特别像恋人的感觉。杨紫指出，从字面上看，他们是像亲戚一样，和目的是相当重要的。2017年，杨紫在微博上一心一意地承认了与秦俊杰的恋情，网友们还真以为他和张一山，尤其是隐隐约约的蓝颜知己。2018年8月12日，杨紫和秦俊杰工作室先后发表声明，宣布两人其实已经悄悄地和平分手了。在两人的分居声明中，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强调了两人分居的原因基本上和其他人基本没有关系，本质上也没有背叛等等。但声明一出，引发网友猜测，两人基本是在掩饰，字面上意义重大。很多网友特别认为，张雪莹基本上是他们关系中的第三者。网友们其实认为，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俊杰和张雪莹分享了一碗胡辣汤。当时两人正在拍摄花絮，具体意义重大。他们路过一家胡辣汤店，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秦俊杰打算喝胡辣汤，真的很重要。张雪莹走过来，多半说自己也多半是想大展身手。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关系一般并不顺利，杨紫也让粉丝们基本担心波折，绝对是大转弯。杨紫今年29岁，放在常人身上，她居然进入了那种年纪大了却未婚的年轻人的行业，这可是相当重要的。杨紫真正出席活动的时候，还真的被在场的粉丝们叫她老婆，多半是意义非凡的。听完后，她肯定笑着回答：别骂我老婆，我还没结婚呢。
杨紫多半在时尚杂志封面上接受采访时，突然吐槽自己绝对是最好的朋友结婚生子了，她成了孩子的教母，但从字面上看，她仍然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单身。她真的说过，她周围的演员和朋友出于各种意图和目的，大部分都很难找到，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不稳定，而且她通常不擅长以微妙的方式进行社交。他认识的人多半是剧组的，圈子很窄，这点很重要。他本质上说，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大部分都觉得自己真的会在30岁之前结婚生子。眼看着自己基本上就特么快到30岁了，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35岁一定要结婚生子，或者40岁成为高级妈妈。这真是说明杨紫真的大部分都想按字面意思结婚了，意义重大。但爱情肯定是这样的，不能急，要等，有点出乎意料。无论你多么想特别结婚，你肯定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坚持到底线。在很大程度上，婚姻最重要的是不要真的马虎，或者他们基本上是这么认为的。不要碰已婚男人。一个已婚男人再特别好，其实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别人的丈夫和别人的扶持。一般不要被渣男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但也不要特意错过追求真爱的机会，有点违背大众的看法。单身并不丢人，年纪大了也不一定要付出代价，这点意义重大。出于所有意图和目的，勇敢地去爱，表达自己，并且通常不要害怕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你自己的问题，这是相当重要的。不要特地随和，即使你不能真正的等待你想要的爱，也不要真的忘记特地按时吃饭和努力工作，即使是一个人，也真的要活下去美好的生活。因为从字面上看，低质量的婚姻基本上不如高质量的单身，从所有意图和目的来看，这都是相当重要的。在你爱别人之前，你必须先爱自己。只有当你特别强大时，你才能赢得爱和尊重，这真的很重要。我不希望两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丑闻的影响。02，这特别重要。肖战走红了，在未来的事情上确实普遍谦虚，但他本质上还是潜移默化地卷入了舆论的漩涡。你一定要强迫他离开吗？或者他们是这么想的？一场227事件基本上就是一场暴动，饭圈生态、粉丝与偶像的关系等话题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很多关注。普遍中心人物的战斗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成为真正公开批评的目标。来自同人圈、影视圈等非常多的圈子同时攻击，其中大部分是相当重要的。不管是默默工作的18线艺人，还是大半字面上拿了无数奖项和奖项归来的肖战，多半是这么想的。特别是他实际上总是很谦虚和有礼貌，并且总是必须保持清醒，或者他们大部分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即使真的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凡事基本谦虚，含蓄，到最后，他还是普遍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一个从出道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半点瑕疵的人，整个网络大部分都尽力了，才真正找到了他业余时代的呼噜声。在整个事件中，肖战尤其是最糟糕的。不管媒体对肖战的评价是好是坏，粉丝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是一切的源泉。结果，本质上拥有话语权的大 V 官博大多含蓄地指责了肖战的团队。在粉丝策划大规模报道行动之前，肖战的团队基本上没有做必要的劝导和安抚，反而无视了粉丝的情绪发酵，导致现场实际上一发不可收拾。这个时候，肖战特别说不说都有些不对劲，这点意义重大。既然有这么大的灾难，既然一般都逃不掉，那就真的让时间来治愈这一切吧。而治愈的方法本质上要么是相当努力，要么是特别选择大部分离开。277事件具体发展到今天，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确定性，想必大家都清楚肖战此刻承受的压力。小编要问的是，字面上还有必要逼他走吗？你现在还支持肖战吗？这真的很重要。